大象来到泰国，几乎已经变成它另外一种象征之一啊。大象在泰国人民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泰国的文化当中，象它更是人民的骄傲。大象与泰国的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各方面呢，无论是泰国的国王，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几乎人人都喜爱大象，对于大象也有深厚的感情。近年来，虽然非常多的人推展不要骑乘大象哦，但是你想想看，像我们现在在贵河，对吧？哦，换这个以历史的见证来去看呢，象在好久以前曾经是战争的工具，曾经也是搬运的工具。你说它残不残忍呢？人其实也是战争的工具，也是搬运的工具啊。人跟象在好久以前，其实呢，沧海之一粟啊，你可以说它有价值，你也可以说它一点价值都没有哦。狼的侠呢拍拍屁股哦，不小心出了一点意外走了哦，赚再多的钱都没有用哦。象也是一样啊，所以我觉得生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当然，在这几年来啊，推展了环保，推展了所谓的爱护动物，推展了生命价值的意义，所以越来越多的国际志工希望很多人不要去骑乘大象，因为大象的背其实是最残忍的哦。那为什么？因为大象的背啊，其实是最脆弱的哦。坐在大象的背，它很容易这一生就此凹陷了。常常在于动物跟人之间，常常在环保跟这个爱护动物之间呢，其实做一个取舍哦。它实际上不知道何时我们才能够在这上面呢达成一个共识。在好久以前，100年前，你告诉人家不能骑大象，这已经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哦。100年前，如果你告诉别人说女尊男卑，这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啊。100年前，你告诉人家男生跟男生可以结婚，这被笑死了，没有被拖去枪毙就算不错了。但是时代会变，社会会变，观念会变，会随着进步，人们懂得越来越多。以前不可能的事情，在现在其实都化为了可能了。以前不合理的事情，现在它再也不会不合理了。如今就像现在这样，我们当然还是推展的大象去爱护它，但是在短时间之内，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环境的时候，那就让我们虽然不能这个怎么说，完全不骑乘它，但就让我们好好的爱护它吧。这也就是大象在现今跟在以前在泰国当中现在的情况。在做什么？洗澡。谁有那个荣幸跟你们一起洗啊？就是大象咯。你想想看，如果是在30年前的台湾，你能想象你可以跟大象洗澡吗？你能想象得到吗？跟大象洗澡很难吧？人生的体会其实也不外乎就是这样啊，就是很多的事情，我相信，也许以前你都想象不到。今时今日的你，你看会跑来跟大象一起玩啊，就跟大象一起玩还蛮刺激的，毕竟它是野生动物啊这个很特别。你看，那在洗的时候呢，这个象妇还在后面哦，帮你做什么？顺便也帮你洗，对不对哈？哎呦，还好他没流鼻水啊哈！如果他现在喷过去的不是水是鼻涕，哎呦，这就难洗了啊！这个还要润湿啊，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啊。那
总是看到这一幕，总是会觉得好特别、好新奇、好好玩。但是看到这一幕，当然另外一种油然而生的感觉就是，它是种野生动物。如果你没有经过很强烈的驯服，这些人如何能够，这些象不是这些人，这些象如何能够听从你的指挥呢？对吧？所以有时候总是讲不出来的一种氛围，一种感觉啊。那你看看啊，这个骑大象啊，要穿长裤，穿短裤很危险的啊，因为象背的上面那个毛做差的哈，哇天哪哈！有时候这个骑上去的时候，那个毛扎的你哇哇叫哈。所以一般骑大象，大家记得哈，穿长裤会比较适合一点啊。那这样子的感觉呢，其实人象共育啊，感觉还不错啊。但是就我说的，如果以爱护动物的另外一个理念来看呢，当然会有点压力啦哈。你看这些象夫必须不停的在后面操作着它，使唤着它哈，让这些象呢能够听从它的指挥啊。所以有时候到底该怎么去形容它，我自己也很难去讲。桂河漂流这段旅程当中，其实也是充满了趣味性的一段啊。从你看啊，骑乘大象逛逛山林，然后呢再来做这个漂流竹筏，这一种享受这种感觉哈，跟在帕塔亚刺激的水上活动又是截然不同哦。所以我说行程它有多样化哦。其实老外啊，他们很喜欢来这种地方，为什么啊？来去感受一下道地的泰国的生活，海边的生活跟山区的生活有何不同？你看他们就在河里面玩耍啊，这在台湾现在呢，也不太可能啊。你看以前台湾有无哈，加在这个大排哈，或者甚至山里面的溪谷，很多人扑通一声跳下去就开始游泳了。现在哪可能啊哈？而老外其实现在也会哈，冒险精神很佳啊。看到河边跳下去就开始游了啊，所以我说来桂河这一边呢，除了看看它的历史的桂河大桥、泰缅铁路之外，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漂流竹筏那一种很安逸的、很静态的在河边呢漂流着，看着这个山里面的景色，然后再骑大象，到最后呢跟大象一起洗澡，这也是这一段桂河当中，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地方。你说年轻人适不适合？其实要看你的心态啦哦。老人的心态可以保持得很年轻哦，对不对啊？他一样可以去玩高空滑降，对吧啊？老人的心态可以保持得这么年轻，而我觉得年轻人的心态其实也可以很有知性啊，这个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一种旅游方式。桂河光是泰缅铁路这个车站哦，它的历史意义呢就超过了一切哦。所以呢，来到这边，如果你对于泰缅铁路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光来到这边，不管天气热不热，不管这个地方好不好玩，光它的历史含义呢，都让你不由得肃然起敬起来。泰国的泰缅铁路车站。为何泰缅铁路这么有名呢？简单的来说，想多了解二战时间这条泰缅铁路的背景，后面还有什么原因呢？为何它被称为泰国的死亡铁路呢？它这里面最可怕的其中一段，其实也就是日本人当时动用了1000多个战俘，以简单的工具日以继夜的工作，吃不饱睡不着的，这样子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牺牲了将近80%的生命，盖好了这一段铁路。
侥幸的存活者形容当时的情景，有着火炬的山岩，仿佛意大利诗人笔下的地狱。这个叫做死亡铁路，也被称为地狱火车通行证。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之所以我说它的历史有多么的深刻，就是这样子来的哈。那包含了为何日军当时要盖的这一条死亡铁路呢？为何当时呢，日本在二战之间占领初期的泰国跟缅甸呢，当时不能完全行驶在这个船只在马六甲海峡，所以前往缅甸的军队以及后续的补给必须靠这一条铁路来运送，所以我才会讲了一句话：泰缅铁路的车站，你用什么样的眼光来去看它哦？被称为泰缅铁路、缅甸铁路，也被称为死亡铁路。它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为了占领缅甸修建连接泰国到仰光的铁路。死亡铁路的名称就来自于当时建设时工人的死亡率哦。这意义深不深刻？泰缅铁路是为了当年二战时间日军为了征服缅甸，强迫战俘跟劳工所修建的。而如今我们看到的曼谷跟仰光之间距离415公里，沿路的气候酷热无比，传染病等等呢。当时的泰缅印华宫就上面在这一条地方哦。而这里呢，其中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桂河大桥，而桂河大桥呢，更是在这一条铁路上面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啊。而过了北碧车站，死亡铁路的行程才正要开始。桂河大桥，跟死亡吊桥是路街上最著名的3大景点哦。桂河大桥一开始是在1943年2月先修好了一座木桥，同年的6月建了钢筋的水泥桥。但是呢，当1945年的时候呢，拢去用崩坏呀，先话，因为当时震惊啊，伊够可能互日本人起这条铁路运送这个物资啦，到这个对缅甸去就无可能啊。所以呢，这个桥建好了嘛，去用崩坏。这摆桂河大桥是当日本制作的桥墩，佮送到泰国当地去组装，赔偿什么？赔偿战争时候的债哦，战争打仗还会有债哦，战债所使用哦，所以这也就是桂河大桥今天看起来，你觉得技术不算什么，但是你知道吗？当年的建造技术看起来就像要盖一个海湾跨海大桥一样的壮烈。桂河的风光，桂河大桥短短的10几秒钟，懂它的人，懂历史的人。了解历史的人，知道深刻历史的人，如果比较具有深度旅游的人，我相信他今天你看一定可以感受得到桂河大桥带给我们真正后面的意义是什么。我简单哦，一并来到了这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历史价值，也非常具有深刻意义的桂河大桥。也许对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来讲，这是啥？按的这条桥呢，搞不了哦。但是呢，当你把历史课本打开来看，当你看看这个斑驳的历史血泪，就可以了解到为何全世界各地的人不远千里来到了桂河大桥，为的就是一探究竟永恒不朽的桂河大桥。距离曼谷大约100公里，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桂河大桥。这座桥也是二战当中由联军战俘所建，距离甘釜市，也就是呢距离曼谷100公里，泰国靠近西部边境的一个省份。这个甘釜市的中心仅4公里。桂河大桥坐在它附近的2处的联军战俘公墓，不断的提醒世人战争的残酷。桂河大桥位于泰国西部地区
桂河大桥也是近年来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许多人大老远跑来泰国，就是为了目睹它当时的历史意义。桂河大桥也是日军占领泰国边境时期，强迫盟军战俘所建造的铁路，连接的缅甸及暹罗这一条铁路，牺牲了无数珍贵的生命，才得以完成。所以，各有这个西蒙铁路的名字就是安尼来。上盖有名的桂河大桥，其实是其中一点尔。如今到今嘛，附近的商店真多啊！真侪游客，大部分来到这，拢拍拍照片，叫行出来了就离开开始他们这附近看这欧米亚给当年传说的这种魅影重重其实呢已不复存在。一座跨越桂河上也不怎么样的桥，怎么会来这边做什么呢？这已经变成现代的年轻人来到这边所看到的感觉。所以这个桂河大桥，一般的团体呢不太走少年人来这也干嘛没啥根本呢他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边所以像这种比较深度之旅的人，还要真正懂得去了解它背后的意义的人呢，来到这边呢，他才会有所感受得到1942年，日本征服了东南亚6个月之后呢，就下令筑掉一条泰国到缅甸的铁路，以取代遥远的海路如今真的你自己去想想看，在当时的环境底下，要新建这一条铁路，就有如远古时期的万里长城。当时秦始皇也有修建这个长城的道理是一样的。这其实在近代史，在二战当中才发生的一件事情。你回想看看，把东西倒转100年就好了，你就可以知道，这100年前，当时的人们，距离现在，我们现在拿着手机在滑对不对看这个手机，哇，哪边好玩没有网络不行。而短短的在1945年当中，你看看多久的时间而已，这里还是非常惨烈、不人道，这些战俘们牺牲了所有的生命，几乎在这里面呢，把这个铁路呢用鲜血来把它铺垒而成了。那这个桥不但仅存，现在还在使用当中。每年的12月，桂河桥州均有灯光及音响表演，以纪念当时桂河大桥留下来的血泪史。那现在你看看，我们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水上市场。所以我说泰国的文化非常多，从大象，从海上活动，从各个主题乐园，到达了桂河这么强烈的历史定义这么强烈的历史背景，再进入到泰国人赖以为生的水上市场。泰国传统的水上市场，泰国有真侪真有名的水上市场，尤其是单人沙朵水上市场，又是最有名的最具代表性。从传统的泰国人在地人市场的发展成了观光景点，大型的水上市场现在都已经观光化了包括这里也是一样但是呢，这个市场呢，它还保有一点点的风貌跟原味存在在这里面当然呢，俗称的水上市场，最简单的讲法也就是呢，所有泰国人的日常交易呢，都是在这个上面呢做交易不管贩卖的各式各样生活精品，以前当然不是卖这个啦，以前就是像菜市安尼只是骨准大概安尼交流交换物件现在当然无同现在呢卖欧米亚给物件变济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这是它最大的差别，了解意思吗所以呢，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原来以前的欧米亚给拢伫水上市场卖，无啦，以前欧米亚给无伫水上市场里卖，以前你卖呢拢是食物啦、水果啦、食米粉汤啦，全部拢是伫水上市场用这种方式。现在呢，都已经在地观光化了，因为它也变成了一个外国人士来到这边呢，一定要进来这里面呢观赏，一定要进来这里面游览，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项目之一
而这个水上市场呢，当然带来的呢也是络绎不绝的观光财啊，从亚洲到欧美都喜欢进来这里面。当然了，这个水就比较浑浊一点，因为这种水上市场它的这一种水啊，你不要人家说水清则无鱼啊这一种水上市场它很多的水源呢都来自比较浑浊的。因为旁边都是泥土泥沙含量比较大所以就会呈现了像这样子的颜色所以我说泰国拥有很多不同的风貌，有这个水上市场，还有铁路市集嘞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市集，所以有真侪人讲来泰国就是谁也起它的市场绝对是在泰国重要的指标性的参观项目其中一个你看现在连中文都会讲为什么？因为这几年来游览泰国最大宗的也就是 China 中国人那咱台湾对以前上侪人来，到即马呢较少人来所以有的人讲奇怪，较少人来飞机台湾即马是安尼第一点就是飞行机无人坐飞袂起来。第二点是啥货呢？飞行机拢客满，但是无什么团体，拢是什么？拢是个人自助旅游的。日本团就是安尼日本团有50%以上拢是家己去耍的团体就愈来愈少所以即马团体定位呢，拢爱做早以前的爱开始定位非常非常的特别，非常的少见这也是在目前整个市场化的情况之下因为现在出国好像家常便饭那么的简单，尤其是现在台湾的国内的经济这个消费也比较提高了所以有时候国外旅游当然还是贵了一点，但是呢，已经没有像以前来讲落差来的那么大了我水晶晶我吗？你水晶晶，我水晶晶你水晶晶，我水晶晶OK， 对。所以像这种水上市场有没有？有的自己来玩的看到无？在这里边那就是自己来耍的来到这边，你看他们家一待就待1天以上就在这边呢聊，他们家很轻松的坐在岸边呢，看着这个舢板船过来过去
那你看呢，现在都已经排队了啊。那观光客很容易认得出来啊，团体观光客那种鬼家尊啊。那这在泰国非常非常的流行啊。目前很多的观光团体呢来到这边呢是必访项目之一，就是来到了水上市场。